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来做黄布炒蛋。咱们先来打鸡蛋。很多人在做一些鸡蛋菜式的时候，喜欢加胡椒粉或者醋去腥，又或者加水淀粉来试图增加它的滑嫩感。阿里觉得这些都不可取。首先，加醋会改变鸡蛋的酸碱度，也就改变了鸡蛋的质地。其次，加胡椒粉会破坏它的蛋香气。再次，加水淀粉也会减弱它的蛋香气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只需要加一点点盐和一点熟油，就可以达到去腥增香的目的了。熟油就是高温炼制过又或者炸过东西的花生油，同时有了油的滋润，这个蛋吃起来就会更滑更嫩了。不介意油脂的话，可以多加一点的，控制在蛋液重量的 30% 以下就没问题。多拿几根筷子或者用个蛋抽，把它彻底的抽匀。阿里在做滑蛋牛肉的时候好多人认为阿里说黄布炒蛋是谬称，其实不然。一个菜的名称往往跟它的做法、用料或者最终形态有关。那这个菜是用鸡蛋做的，做法上既炒又煎，而最终的形态则形同黄布。试问，如果你是那个初创厨师的话，该怎么称呼它呢？至于现在怎么会变成了黄埔炒蛋，商业化的操作嘛，大家都懂的。就好似墨汁叉燒變成咗墨汁叉燒，水晶雞變成咗水晶雞，咁黃布炒蛋變成咗黃布炒蛋，亦都係好合理嘅啫。而一道名菜必須還要有一段優雅的背景故事。光阿里聽說過的就有傳名待客說、黃埔挺上說，還有蔣校長說，或許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，歡迎評論區補充。雞蛋打暈了，先不着急做。放一边，让它冷静个3-5分钟排排气。像我这么讲究的，还得要用个滤网，把一些打不碎的蛋白给隔掉。先来热锅，不要把锅放在那里烧，那只能叫烧锅底。一定要把锅转着烧，让整口锅均匀的热起来。之后用喷壶薄薄的喷上一层油，约莫小1克的量。没有喷油壶，可以倒油进去，润好锅了再倒出来，尽量的控走余油就可以了。然后等锅温降下来了，可以伸手放在锅上方感受一下，感觉温温的，不热不烫的温度就差不多了。把少量的蛋液倒进去，摇匀铺开，这是煎的动作。再用铲子把它铲下来叠起来，这是炒的动作。这第一层就好了，不用洗锅，用干净的抹布或者厨房纸把它擦一下，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法做下一锅炒蛋了。当然，火候掌控和操作熟练的话，也可以采用像滑蛋牛肉那样一锅成菜的手法。一般炒蛋或者滑蛋都是堆叠成3形的，而黄布炒蛋要像叠布一样，把它堆成叠布状。又因为鸡蛋是黄色的，所以称之为黄布炒蛋，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您说对不对？来看看是不是形同黄布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它的极致嫩滑了吧？把它加起来就更像一副黄色的绸布了。那你建议想尝试的朋友最好是用可生食的无菌鸡蛋来做这道菜，把摄入沙门氏菌的可能降到最低。怎么样？想不想来一注？来，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